嗨，每次大家说起成都的保障社区小店，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都会是桐梓林或者是玉林这种偏南边的街区。但是这次回来，我在市中心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保障街区潜质的地方，它就在成都市最出名的春熙路、IFS 还有太古里的旁边，主要的街道是天涯石和北顺城街。这里也是老成都生活气息非常浓厚的街区之一。然而这里却藏着几家让我非常想来的甜品小店。那么他们的水平究竟如何？是否能达到我心目中保障小店的水平呢？嗨，我是喜欢带你们探寻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一起，我们去成都老社区里寻宝。带你们去的第一家店是藏在社区中名不见经传的法庭小店。紧凑的店面中，除了店主自己的小摆件和甜点书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其他装饰品，仅得一个忙碌的身影，一边备料，一边又做着前台介绍，言语中无不透露着自己的法庭哲学和风味理解。我不禁生出好奇，这样一家小店会隐藏着什么样的大作呢？让我们先来尝一尝这个柠檬塔凑近你是能闻到柠檬的一些清香的，然后它在柠檬凝乳上还加了一些香料，能看得到有一些粉末状的东西。它的这个小雏菊做的也非常的漂亮，让我们现在切开看看。切开之后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层次做的还是蛮有意思的。首先从颜色和状态来判断它这个塔壳是烤到位了的，然后是一层传统的法式水果塔都会有的杏仁奶酱。我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传统的水果塔的这种处理方式，它有点类似于国王饼的馅儿，但其实会更加的干一点。但是它这个做的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在里边加入了一些糖制的柠檬皮，让这个原本无聊的杏仁奶酱变得不无聊了。然后在上面是柠檬凝乳，不过它的这个柠檬凝乳呢做的比较的凝固一些，整体的酸鲜味非常的够，处于酸甜平衡的那个中间点。然后在上面就是薄薄的一层意式蛋白霜和作为花蕊的柠檬凝胶。它这个意式蛋白霜的甜度真的是调得非常的低，有很好的去适配到国内人的口味因为如果你用传统的配方150%的糖，你是根本受不了的。中间的柠檬凝胶呢非常非常的清爽，几乎没有加糖。加上酥脆的塔底我觉得整个酸甜感上非常平衡的，蛮好吃的一个出品。我觉得唯一可以挑的点就是柠檬的香气上，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多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借鉴的思路有非常多像我之前带你们吃过的在巴黎那么多的柠檬塔，比如说青柠皮或者是黄柠檬的皮，最后磨一点上去。本地化的话，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木姜子的粉粉，特别是木姜子树根的刮一些上去，就会有非常非常棒的柠檬香气。其他我觉得没得挑。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家的麸浪，成都正儿八经做麸浪的地方还真的特别的少。咱们频道的老伙伴你们也知道我是麸浪的死忠粉，麸浪是我最爱的甜品之一。锐评一下它这个麸浪到底怎么样吧。哇，首先我觉得它的这个麸浪体是比较厚重的，蛋香味非常的明显，然后奶油的含量也不低，能吃得到明显的乳脂感，配上它这个焦脆的烤皮香气非常的棒。我说实话，在成都你愿意烤到这种焦色的酥皮，你是需要勇气的。然后他说里边是有加一点零陵香豆的，香草跟巧克力复合调的这么一个香料，很好的起到了去掉蛋腥味的作用，会比普通的香草籽再多一个层次。还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它麸浪里边加的盐比平时我们吃的蛋挞再多一点，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咸味。酥皮是不甜的黄油饼干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因为它的整体的麸浪是比较厚重的，它又给了一些草莓的元素来解腻，上面是草莓果粒混果泥，类似于雪帕冰的这么一个感觉了，然后还配了一坨草莓跟八角做的奶酱，八角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淡，回口的时候你能稍微尝得到那么一丢丢香料的香味。让我们整体一口来试一试果然这样吃才是我最喜欢的麸浪的吃法。你这样整口吃，其实你就发现了草莓的合理性。我觉得这个麸浪你放在巴黎都是接近大师店的水平，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出品。在吃了前2个甜品之后我对他们家有了更多的信心，所以点了第3个蒙布朗。咱们不是才做过一个蒙布朗的系列吗？把巴黎最好的蒙布朗全都走了一圈，让我们来看看这家蒙布朗怎么样吧。
极简风的蒙布朗，它是把蒙布朗里边甜味占比最高的法式蛋白饼干的这个元素直接给砍掉了的。然后整体的栗子香味非常的突出。首先它的这个栗子奶油甜度非常低，你能吃到些许的苦味。栗子奶油肯定是自己做的，它应该是有重新加一些栗子壳进去的。如果你们看过东京大饭店的话，它里边的那个蒙布朗也是这个做法。然后里边的香缇奶油有加马斯卡彭在里边，很奶香，几乎一点糖都没有加。然后它的最下面和最上面分别放了一颗烤得非常干香的栗子，就整体你能够很完整的吃到栗子的香气。虽然我们说它少了传统的蒙布朗的那种多层次口感哈，但是我觉得它把栗子味表达得非常的完整，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栗子甜品。最后我这个算是梅开4度了哈，点了这个在国内甜品市场并不常见的歌剧院蛋糕。就说传统的欧贝海我们说的这个歌剧院蛋糕，它是有8层结构的这个说法，让我们来数一数，没毛病，它这个比8层还稍微多一点，但其实这个也只是一个很老的规矩哈。我也看到过很多现代的歌剧院完全没有遵照这个传统来做的，不过它总体的风味元素其实就是3个：巧克力，一个是咖啡，一个是黄油，所以主体是一个非常苦香醇厚的这么一个甜点，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放在最后来吃的原因。而且成都做歌剧院甜品的真的是非常的少。我觉得提几个有意思的点。首先，歌剧院这个甜品啊，它诞生的时代跟蒙布朗是一个年份的。那个时候大家对于甜的认知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甜就是贵族们享受生活的这个感觉，就是法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如果你们还记得里昂那一期，我带你们去吃过里昂最老最传统的法甜店做的歌剧院，那个是直接甜到升天的那种感觉。这个最多我觉得当时我吃的那个歌剧院的甜度的1半左右，所以这一款算是一个减糖减油版的。首先它的咖啡黄油没有做得很腻，我能吃得到它是用了一带酸感的咖啡豆来做的这个调味，整体的甜度哈跟普通的黑巧的甜度是差不多齐平的，所以整体给人的感官是非常的醇香醇厚，但是不会过分甜腻的这么一个感觉。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巧克力，它做了几种不同的处理，表面上的巧克力里面我们就不说了，然后中间的巧克力甘纳许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处理，但它在最下面它用了调温的巧克力来给到了一点点的脆感，就是在不改变味觉逻辑的情况下给到了多的那么一点点口感上的一个层次。这一步本来完全没有必要去做，但它做了，说明它是更用心的在做这么一个产品。好了，简单总结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个甜点220块钱，就差不多每个甜点的均价是在40块钱左右。这是一个社区感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小店，但是它的出品啊却一点都不含糊。2个比较深的印象吧，一个就是老板是从医学转到了做甜点这一块嘛，你能很明显的感受到那种理科生的思维在里边。那你是怎么想着从医生就是转到这个东西来的呢？因为我身体的原因啊，明白。从小我个人会更喜欢吃甜品嘛，相较于就是医学来说更喜欢的一个领域。有一段时间是被医院派到国外去学习的，这个期间段就是去了法国各种甜品店或者各种酒店后厨，然后后面慢慢有一定的手法和基础。原来是这样啊，非常的有意思。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能够感觉得出来，他对味道的追求是非常的细致的。在跟老板交谈的过程中，你能了解到他做柠檬塔的这个逻辑，包括他怎么样用柠檬汁儿去做意式蛋白霜，怎么样在柠檬塔的不同的部位去把柠檬的不同的味道给融合进去。我觉得这说明了他在做甜点上是真的想要去有自己的表达和呈现的，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作品来看待的。这是在做甜点也好，烘焙也好，餐饮也好上非常难得的，也非常需要的这么一个心态。非常推荐在成都的小伙伴来试一试这家店。这第2家店啊，藏得更深。这真的是在一个小巷子里边啊，就是你要走到一个社区一样的小门进来，然后在里边7扭8拐的，然后才能找得到这家店，蛮有意思的。就这么一个占5个人都嫌多的小店面，后厨有2位正在忙碌的面包师，不断涌出的阵扑鼻黄油香，只一闻啊就知道事情绝对不简单，因为他们家就只做一个品类酥皮面包。
频道的老伙伴们肯定都知道哈，一说到可颂，那我可就不困了。那么这样一家个性十足的小店，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哇，首先切开黄油的香味真的是非常的香啊！而且我一再告诉你们的就是，酥皮的面包一定要复热，复热过后它就获得了它第二次生命的感觉。你们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哈，第一就是它的可颂外皮会掉皮，这个是因为现在一般市售的可颂很多会选择在外面再贴一层皮，外观上看起来会更加的整洁漂亮，但是稍微会影响一些口感，多了一层硬皮层。他们家的可颂就没有做贴皮。然后第二个特点哈是，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蜂窝结构非常的均匀，但是在最中间的那一块它有一些是没有展开的，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哈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会吃到里边是完全湿润的状态，配合到外面这个酥脆的感觉，这个才是可颂我想要的一个口感。如果发酵的完全打开了之后的话，你烤出来的面体是会偏干的。面团几乎是不甜的，和一丢的咸味，非常的轻盈，内里也非常的湿润，外表非常的酥脆。然后这个是我一再跟你们说的，我最喜欢的可颂的部分，就是这个小尖角，你们听一听啊。总的来说哈，这是一个各项指标我觉得都非常标准的、非常 OK 的一个可颂。它跟我们之前吃过的成都的那些顶级的可颂哈，我觉得不相上下的水平。然后我们的第二款哈，这个提拉米苏可颂，这个东西就很能体现出澳洲可颂和法国可颂的区别。法国的正统可颂是很少有会做这样的花活的，最典型的就是墨尔本的那家号称 Well 世界第一的绿呢。就是月亮，就老板说他是从澳洲蓝带学回来的，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合理哈。让我们来试试。切开你们就可以看到哈，它这个提拉米苏可颂其实层次蛮简单粗暴的，外面是一个可颂皮，把可颂面团来当塔壳用，然后里边泡了咖啡液的手指饼干，打发的马斯卡彭奶油，然后上面撒了一些可可粉。聪明的点是在于它是现做的，泡了咖啡液的手指饼干跟马斯卡彭奶油这种材料哈，湿度都非常的大，并且这个东西又没办法复热，所以现做其实是一个好的解法。它的马斯卡彭奶油几乎不甜，非常的奶香，甜度主要来源于下面的浓缩咖啡液。手指饼干泡的咖啡液哈不够多，不够湿润。然后第二呢，少了一股鸡蛋的味道，但是这个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加鸡蛋往往涉及到的是食品安全的风险，所以选择对小店来说更加方便、更加安全的这么一个制作方式，完全没有问题。老规矩，简单总结一下哈，我们今天两个东西一共是38块钱人民币哈，其中原味可颂是14块钱，这个真的算是在成都定价非常低的一个原味可颂了。提拉米苏这个稍微贵一点，因为别人毕竟兑了这么多料嘛，而且是现制的，我觉得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了。就这家小店呢，真的是一家社区氛围特别浓的一家店哈，它也刚刚开了没多久，刚刚跟老板聊天，他们现在一天可能可颂出品也就大概50-60个的样子。你现在这个产能每天出来到好多个呢？目前50-60个，确实有限，对，比较少。我觉得能做到这个品质，已经可以算是我心目中的宝藏小店了。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社区扎根，然后开得久一点嘛。这条街真的是卧虎藏龙啊，朋友们！白子肺片跟战旗包子都是成都老字号的老店了哈。就每年我回来，我家里人都会问我要不要吃的那种老店。然后还有刚刚我们去的那两家有意思的新店，来这里可以吃到好多不一样的东西。接下来的这家我可是期待已久了。虽然成都的天气并不燥热，但各式各样的意式冰淇淋 Gelato 早已在成都开枝散叶。这家藏在社区中的小店啊，便是口味创新方面的佼佼者。红色是草莓，红色是草莓，白色是橄榄油。好嘞。虽然现在是初春时节，还远没到该吃冰淇淋的季节，店里上线的口味啊，也都还不算多。在我厚着脸皮全试吃过一遍之后，最终买定离手，选择了3个口味。那么这个小小的冰淇淋究竟能做出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花样呢？
朋友们，这杯杰拉托啊，我等了2年才吃上，但这个主要问题在我哈，因为前2年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春节，人家一到春节就休息嘛，今年错峰回来，终于吃上这口杰拉托了。他们家最有名的一个味道哈，就是木姜子酸奶，我在刚刚试吃的时候已经试过了，就毫不犹豫的要了一个大份的3个口味的，它的这个木姜子酸奶上面哈还撒的有一些手指柠檬。哇，它配这个手指柠檬跟酸姜炒之后啊，更好吃。首先它的这个基底哈，它并不是用的那种脂肪含量非常高的酸奶，然后木姜子精油的含量呢，其实是没有很高的，它是在嘴巴里扩散开之后，能够比较清晰的感受到一股柠檬香，就是木姜子的香味。因为木姜子油有一个缺点哈，浓了之后它会明显的反苦。打个比方，就是你滴一滴风油精在你的舌头上，感受到很刺激、很苦的，其实那个才是木姜子真正的味道，所以加多了就会有这个毛病。但它这个量呢，我觉得掌控的就还不错，而且搭配了手指柠檬跟酸姜炒之后，有一些那种像爆珠一样的那个感觉，就你们应该能听得到那种爆开的声音哈，非常的爽。整体的味道层次更加的丰富了，你多了一些青草的味道，不愧是他们家的招牌口味。然后第2份哈，个人很喜欢的茉莉飘雪。首先茶味的杰拉托，我觉得只有咱们中国的冰淇淋师傅才能够做得好。就跟我之前带你们去吃鼎社下午茶的时候，欧洲人对茶的浓度的那个把控啊，始终是有问题的，而且对茶汤的回味哈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的。所以但凡在国内吃杰拉托的话，我有茶味，我肯定会选择茶味。首先杰拉托的这个质感哈，我觉得做得非常棒，很绵密，然后是很清爽的奶基，它跟哈根达斯那种冰淇淋完全是2个概念，就是里边没有冰渣，口感是非常均匀的，它整体的味道是非常淡雅的，香味会随着它的融化在你的嘴巴扩散开。主要做的其实是茶味，它的茉莉味非常的淡，有点像我们成都老辈子喜欢喝的那种华茂风，整体的质感口感也都是非常棒。这么大的一个大杯，我吃了现在2个口味，吃完完全是没有任何腻感的。因为杰拉托本身就是用牛奶来做基底嘛，你看这一杯可能换算成牛奶，也就是一杯拿铁的量。你喝一杯拿铁，你会觉得腻吗？对不对？我们的第3个味道，我刚刚试吃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豌豆尖豌豆。它是很有意思的，做了一个类似于青豌豆泥雪帕冰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里边还加了豌豆尖进去，所以你能吃到非常明显的青草味，还有豌豆尖特有的那股清香感哈。喜欢吃豌豆尖的朋友啊，有感觉特别的爽，你们一定懂那种一大口豌豆尖嗨下去的那种感觉，这个完全一样。哇，可太浓了，而且它是有咸味的，偏咸口的冰淇淋，但是非常的提豌豆本身的那股鲜味哈，非常好吃。总的来说，喜欢吃冰的小伙伴啊，我真的非常推荐你们来这家店试试。42块钱3个口味的大杯，无论是质量还是性价比，可以说都是吊打最近火得不行的某连锁品牌了。我们的社区探宝最后一站啊，就在咱们的冰淇淋店旁边。看过2年前的成都逛吃系列的老伙伴们可能还记得哈，这家藏在社区里标新立异的单红糕小店，也是咱们频道的老朋友了。好的，谢谢。来吃杰拉托顺路啊，可以来吃一吃旁边的这家单红糕。老观众们肯定还记得哈，24年的时候我就带你们来探过这家店，那个时候他们店才刚开没多久，然后现在是新搬过来这边北顺城街了，然后也搞了一些新口味。第一个我点的是蓝纹榴莲，这个口味比较的极端哈，是一个臭加臭的组合。首先哈，它为了适应国内的口味，蓝纹奶酪给的还是比较的少。蓝纹的味道呢是没有毛病的，菌菇类的那种霉菌的味道。然后榴莲，它们俩之间的臭味其实是可以互相压制的，达到了负负得正的效果。起码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的，还蛮令人上头的。口味上，咸甜永动机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嘛。然后第2个稍微正常一点的口味啊，是伯爵红茶碧根果，伯爵红茶复味的香气奶油，加上了烘烤过的碧根果碎。它的碧根果其实是用的那种有点咸味的奶油碧根果碎，其实这个玩意儿也是一个咸甜口的单红糕，咸甜永动机。伯爵红茶复味的奶油味道还蛮浓的，你是能明确的吃到茶香的。不过这个东西就得赶紧吃哈，因为是热单红糕里边奶油其实是非常容易给化掉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依然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一家店哈，非常的值得来。然后这次来，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这2家店的隔壁就是成都著名的天涯10小学，然后蛋烘糕意外的受小孩哥们的喜欢。现在我们是6点钟嘛，然后也正好是小孩哥放学的时候，周围就有非常多的小孩放学了，一定要来吃2个蛋烘糕才回家。就是成都著名的鹤记蛋烘糕，其实就是我当年的高中4中门口那个大叔从一个小的蛋烘糕餐车开始做起，到目前为止在成都开了非常多的家店，这样发展起来的。想想以后这一代天涯10小学的小孩哥长大了之后，他们的童年美食，他们记忆中的蛋烘糕就会是蓝纹榴莲、伯爵红茶，但他们家也有红山豆，还有传统一点的肉松这些口味哈。这个味觉记忆会烙在他们的心中，然后他们长大了之后会不断的去寻找自己味觉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这些食物，说不定就会对蓝纹奶酪、对法甜产生一些更多的兴趣。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句话简直是概括了成都人的精神主旨哈！祝各位吃得是福，耍得是福。好了，简单总结一下，我觉得今天我们去的这几家店啊，真的都是质量非常高，都是在非常认真的做产品的店，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然后另外一个点哈，我觉得很值得说到的是，我今天带你们逛的这个社区，真的是非常典型的、非常具有成都社区感的这么一个地方。你能够在街边看到摘豌豆颠的老哥，然后能够看到炒臊子的，闻到煎锅盔的香味，然后也能看到接小孩放学的家长，还有穿着睡衣下来吃饭的年轻人。而且这个街区啊，不仅有今天带你们去吃的这些新东西，老东西也非常的厉害。成都面馆50强，我记得在这儿附近就有4到5家，而且对面就是 IFS、太古里、大慈寺这种名胜古迹，还有熊猫屁股这种地方。我觉得如果下一次你来成都，不妨来这个社区逛一逛，体验一下成都市中心的保障社区的感觉。那么大致就是这样。不知道今天去的这些地方，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家呢？欢迎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也非常欢迎你们把这些视频分享给你身边喜欢成都、想到成都来玩的朋友们。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帮我点赞、转发、投币、收藏，一键3连。如果你还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么请你们记得一定要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